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我前几天出差去了趟南京，当地的朋友给我讲了一个阴兵的传说。朋友说，曾经在南京出现过一支鬼部队，他们面色惨白，不会说话，只会尖叫，夜晚打仗，白天消失，刀枪不入，百战百胜。这个传说甚至还和南京城的龙脉有关。具体的故事是这样的。公元466年的春天，刘宋王朝的都城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被重重围困。城中是诸王的孤军，城外是100万联军。诸王连驻守整个建康城的兵力都派不出来。第一天建康城破，第二天紫金山陷落，第三天台城破。诸王退守到了江边的石头城当中，背靠长江，他已经无路可退了。这期间，诸王随身携带着一个药葫芦，里面是剧毒的药水，他随时准备着自裁。台城陷落以后，史书上的下一段记录突然就是变成了诸王逆风翻盘，联军溃败，就像看电影跳过了10分钟一样。诸王到底是怎么击败联军的？这段历史神秘的消失了，就连毛主席看到这里的时候，都在史书的旁边写下了4个字，可谓奇异。其实这段被跳过的情节，在演义小说和野史杂谈当中是有记载的，大概是这么说的：这天夜晚，石头城周围安静的可怕，没有一丁点儿风。忽然，城楼上有人吹响了笛子，城下的联军都向着声音的地方望过去，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不一会儿，起风了，笛子的声音也停了，月亮从黑云中露了出来。借着月光，联军发现石头城上似乎有骑兵在移动。紧接着，城楼上又响起了琵琶声，声音越来越急，越来越近。联军乱作一团，琵琶声又变成了马蹄声，马蹄声冲进联军军营的时候，这个声音又变成了撕心裂肺的哨子声。冰冷的月光中，联军看清了这群骑兵的脸，他们披散着头发，穿着150多年前的东晋官服，面色惨白，不会说话，哨子声是直接从喉管当中发出来的。这个声音就像能夺走人的魂魄一样，弓箭射不穿他们的官服，刀剑也砍不上他们的手脚。那天夜里，这群像亡魂一样的骑兵击溃了联军，扭转战局。他们就是诸王的阴兵。这些阴兵从哪里来？诸王又是谁？这个历史背景大概是这样的。史书上记载，公元464年，南朝刘宋传到了第4代人的时候，皇帝叫做刘子业，他是一个15、16岁的小孩。刘子业继位以后呢，害怕自己的几个叔父来夺权，就把他们全部抓起来关到南京。刘子业还觉得不过瘾，就依据叔父的样貌给他们赐王号，比如脸长的叫驴王，胡子拉碴的叫沙王，还有一个长得肥的叔父就叫做猪王。刘子业下令，这几个叔父必须按照角色名称，每天在皇宫中搞行为艺术 cosplay。 上朝上的无聊了，刘子业就说把猪王叫来乐呵乐呵。于是猪王就来到大殿上表演 cosplay。在群臣的面前，猪王脱得精光，露出一颗巨大的肚子，在地上打滚，不停地拱着地面，还发出猪一样的哼哼声音。猪王的鼻子都拱破了。刘子业看到血就兴奋，哈哈大笑，觉得还不够，就让人赶紧在大殿的地上挖个坑，灌满泥水，让猪王继续他的表演。群臣也跟着刘子业一起尬笑。有一次，刘子业玩嗨了，说去配2桶泔水来，让猪王表演吃泔水。猪王吃着吃着就吐了，这就扫兴了。刘子业一下子就变脸了，猪王赶紧狠狠的又把吐出来的东西吃了进去。但是刘子业却说即日屠猪。群臣没有一个人敢说话。卫兵进来以后，刘子业又说你们干什么？他是猪，怎么能像压人一样的压下去？接着卫兵们拿来了一根木棍，把猪王像绑猪一样4脚朝天的绑在木棍上抬了下去。看着猪王这样，刘子业又开心了。这会儿一个大臣也笑着说，这头死猪今天怕是死不了了。刘子业问你怎么这么说了？大臣答，皇子快出生了，杀猪不吉利，过2天皇子诞生了，再杀猪，挖他的心肝，这样比较讨彩。刘子业笑着说好好好。过了没几天，刘子业想去会稽春游了，又不放心他的这几个叔父，就说我出城前必须把他们都宰了。这天夜晚，刽子手一个个的杀过去，杀到猪王这里的时候，看见猪王被绑在一个竹篓子里，四肢无法动弹，真的就像一头猪一样。想想猪王曾经也是地方上爱护百姓的一位好王爷，刽子手都有点下不了手了。就在这个时候，上次上朝的那个救诸王的大臣来了，他带着手下，提着一颗带血的人头，还拿着一份诏书。
他对着狱卒和刽子手说：“太皇太后有旨，湘东王受令除狂主，今已平定，诸人勿恐。”再一看，那颗人头正是刘子业。于是诸王一夜之间控制了南京城，成了刘宋王朝的新皇帝。这就是历史上的诸王刘裕。我们接着看阴兵到底是怎么回事。后世都说魏晋南北朝是个荒诞到极点的时代，这都是因为当时的汉人全民嗑药造成的。无论这个观点对不对，但那个时候的世道真的就像我们上期分享的恶灵故事一样，船员们集体铅中毒以后陷入了疯狂，互相残杀。诸王也是这个集体疯狂时代中的一个角色。我们接着看他的故事。诸王一夜之间控制了都城，但是刘宋王朝还有各种王爷、将军、门阀，他们私下都打着自己的小九九。这些嗑药的疯子当然没有一个人会臣服于诸王，都想着杀进南京城，自己当皇帝。于是联军迅速组成了，浩浩荡荡地杀向南京来了。接下来的情节就是前面英军从石头城当中杀出来的故事了。当天夜晚，英军击溃了联军以后，太阳一出来，他们就全部消失了。同时，一个传说也扩散开，士兵们都在说诸王才是真正的汉家正统皇帝。你看，昨天夜里来帮诸王杀敌的是150年前的东晋汉军，是复活的北府兵。想想当年2万北府兵就能跨过长江，横扫100万胡兵。看来诸王必定平定江南，还将带着我们杀回北方。就在这种传说中，诸王的部队越打越多，联军越打越少。每到夜晚，每到战役的关键时刻，那群穿着东晋官服的阴兵就会伴随着月光、笛声、琵琶声和夺魂的哨子声杀入敌营。直到有一天，有人看清了阴兵统帅的脸，这不正是舒俊吗？舒将军可是150多年前去世的大英雄。看来诸王是上天派来完成舒将军遗愿的人。于是奴隶们杀死自己的主人，平民们拿起武器前来投奔诸王，各种江湖游侠、奇人异士也来加入诸王的部队，因为他们相信舒俊将军、诸王陛下，这都是立志改变时代的人。那舒俊将军的遗志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继续看。时间回到诸王之前的150年，北方胡人杀入中原，官兵、贵族、门阀们，他们都衣冠南渡了。在山东南陵这一带，中原百姓全都成了胡人的鱼肉。就在这个时候，平民中一个书生举起了大旗，带领着大家组建军队反击胡人。这个书生正是舒俊。不久以后，舒俊稳住了山东，在彭城、南陵建立了自己的大本营，百姓都叫他南陵丞相舒大将军。朝廷担心舒俊做大，就招安他来江南。舒俊是个读书人，读书人心中都忘不了朝廷，于是舒俊就去了南京。结果到了南京以后，舒俊不断被各种门阀、贵族、皇族被他们排挤。原因很简单，舒俊不是贵族，是平民。历史上说，当时叫做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像舒俊这种寒门，上流社会怎么可能接纳他呢？不久以后，舒俊就被这帮荒诞的士族彻底伤透了心。在北方，你们不顾百姓；到了南方，你们还是这副德性。于是，舒俊开始秘密谋划，准备起义。他要创造一个属于平民百姓的新世界。准备了很多年以后，舒俊突然靠着3000哑兵起义。这3000人都是舒俊秘密收养的贫苦百姓，他们进到军营前都自愿服下了哑药，确保不会有人说出谋反的秘密。起义之后，舒俊得到了平民百姓的支持，很快就攻破了建康城。但是就和150年后的诸王一样，那群虎视眈眈的士族门阀很快就打着自己的小九九，组成联军前来讨伐舒俊。不久以后，舒俊被包围在了建康城当中，但是城中的舒俊部队士气很高，联军一直也攻不破建康城。同时，全国响应舒俊的地方武装也正在遍地开花。城外的联军开始动摇，有人准备带着自己的部队回去了。舒俊开始反击，形势一片大好。就在这个时候，历史书上突然记载了一个诡异的事情。这天，舒俊高兴在城楼上饮酒，喝得大醉，突然心血来潮，衣服都没有穿好就跨上战马，披散着头发说：“我要冲出城去斩杀敌军。”这可不是开玩笑，舒俊真的像一个疯子一样冲入了敌营，结果被剁成了肉泥。
用现在的科学观点来看，很显然，舒俊当时和那些嗑药的士族一样，是因为嗑药嗑多了出现了幻觉，才做出这种疯狂的行为。后来的历史学家也说，其实围城的这段时间中，舒俊已经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新氏族。随着舒俊的突然死亡，士族联军杀入城中，很快就平定了舒俊叛乱。在乱军之中，舒俊起家的那3000亚军在石头城中自焚殉国。他们虽然发不出声音，但是后来的百姓都说，这3000亚军的亡魂一直没有离开人间，因为他们还要完成舒俊将军的遗志，终有一天他们会在人间创造一个属于平民百姓的新世界。时间回到诸王的时代，诸王靠着这群阴兵最终巩固了江山。诸王还在健康城里新建了舒大将军庙，无数的百姓都去朝拜。看来一个新时代真的要开始了。据说这间舒大将军庙就在现在南京城中的老虎山下，一直到明代初年才被拆除。当时的百姓都相信诸王讲的阴兵故事，但是后来的历史学家们却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他们说这支阴兵根本不是什么鬼神，而是诸王秘密训练的一支亚军。历史学家们推测，就在诸王被当成猪一样羞辱的时候，可能有一个叫做殷孝祖的将军早就为诸王谋划好了整个阴兵事件。大概的过程可能是这样的：殷孝祖是当年舒俊旧部的后代，他们家族一直保守着一个秘密，那就是当年亚军在石头城中自焚的时候，还在石头城的山体当中藏下了一个军火库。这个军火库当中有3000副铠甲、兵器和追魂哨，还有亚军的兵法和战术。殷孝祖早就像当年的舒俊一样，秘密收养了很多贫苦的百姓，让他们服下哑药，秘密训练。等到诸王在石头城中走投无路的时候，3000亚军穿上1500年前的东晋铠甲，喊上追魂哨，然后带着殷孝祖编好的鬼神故事杀向人间。但是历史上这3000亚军的结局真的太让人难以接受了。我们接着看，诸王平定江山以后，他突然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士族。这天上午，诸王在玄武湖设宴，说要犒赏3000亚军。显然这又是一个鸟尽弓藏、兔死狐烹的故事。3000亚军并没有去赴宴，又像当年舒俊故事中一样，他们在石头城中全部自焚。火光照亮了整个健康城，却没有一个人发出喊叫声。这一次，石头城在大火中坍塌了，一切都被掩埋在尘土当中。回到现实，朋友接着说，其实这座坍塌的石头城正是南京城的龙脉，这3000亚军的怨灵正是斩断南京龙脉的那颗钉子。因为他们被舒俊、被诸王2次伤害过以后，已经变得不再相信权力的鬼话。他们依旧没有离开人间，但是他们不再帮助任何人去创造一个属于平民百姓的新世界。他们反而开始诅咒那些在南京城中建都的王朝，看着他们像舒俊、像诸王一样，变得越来越世俗，也越来越短命。传说的最后，朋友又补充了一段更加玄幻的故事。历史书上记载，公元212年，孙权在长江边相中一块宝地，他下令在这里用石头筑起一座坚固的城池，虎视长江，保卫都城。这座石头城就是南京最早的由来。但是公元460年左右，诸王平定江南以后，石头城就从历史书上消失了。只有建业、建康、金陵、秣陵、南京等等地名流传了下来。这座从孙权时代一直到诸王时代的石头城究竟在哪儿了？这成了一个历史上的悬案。直到1500年后，2019年的时候，考古学家们终于在南京城内的清凉山上挖出了一些带有石头字样的基石，考证出来石头城的具体位置。同时还传说，考古学家们挖出了一些诡异的东西。这是一些藤甲，这些藤甲可能就是传说中3000亚军的装备，因为这些藤甲能够回答3000亚军为什么刀枪不入。有一种可能，那就是3000亚军最外面穿着宽松的官服，其实里面还穿着一身藤甲，藤甲会卡住箭头，也很难被刀剑砍破。但是官方考古的报道中并没有这些藤甲。也许3000亚军诸王的阴兵终究是一个浪漫的传说吧。
历朝历代的史官文人都不愿意去讲魏晋南北朝的故事，都说这是一个黑暗到了极点的时代，但是他们还是会写下一些鬼神故事，向我们浪漫地讲述那个时代的荒唐。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请大家回到现实，这不是历史，是故事，是总裁宇宙的琅琊榜。